大家早安，我是 Hannah。今天是我在 Alaska Road Trip 的第3天。我们选择9月来阿拉斯加玩，是因为还没有这么冷，是这边夏天正要进入秋天的时候。现在要去一个阿拉斯加特有的行程，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行程。我们会先搭乘直升机飞行观光，看一个超巨大的冰川，接着降落在半山腰的冰川雪地上，体验狗狗拉雪橇。阿拉斯加是美国最西北边的州，也位于加拿大的西边。我们今天的行程都会在 Palmer 的近郊。待会看到的巨大冰川 Knik Glacier 就在 Palmer 的东南方。行前须知有写要穿登山靴或是运动鞋，现场会提供防水的套靴，可以套在鞋子外面。因为要去海拔较高的冰川，建议先准备好防寒防水的外套。如果有毛帽、手套、太阳眼镜也可以戴着。这是我第一次搭乘直升机，不知道会不会很晃，所以有事先吃晕车药。但其实飞行途中非常的平稳，应该是不用过于担心。对了，可能你们有听到一些小朋友的声音，那是我其中一个旅伴。Dog camp. You guys are going to hear the name Dallas Seavey quite a lot today. He's the owner of all of these dogs and this whole operation up here. He's our boss, and he's also won the Iditarod sled dog race, which is the longest sled dog race in the world. He's a 5-time champion of that race. Wow. And all of the dogs that are up here in this camp, none of them are tour dogs. These are all active Iditarod racing. You guys are welcome to take your seats, figure out who wants to start where. We are slightly short-staffed. Standing back there.
很幸运被分配到这个团队里唯一的阿拉斯加人，作为我们的雪橇人导游。原本很期待这趟旅程可以遇到非常多当地人，趁这个机会听他们分享美丽的家乡。结果他竟然就是我们参加了5个 tour 里面唯一的阿拉斯加人导游，其他都是别的州来打工的美国人。We're putting snow into big water jugs, letting the sun melt it out. Today might be nice and warm. 雪橇人说，他们会趁天气好的时候，把雪装到水壶里，让太阳晒到融化，来当做饮用水。这个行程待在雪橇上大约20分钟，前后2个雪橇总共有3个座位和1个站位，中途会停下来几次，让大家可以交换。另外，虽然狗狗雪橇速度没有很快，但站在后面的时候手一定要扶好，不然出发的瞬间很容易直接摔出去。There we go. Not ready. I'm gonna tell them to go right. G. Good boy. So these guys are very talented. They know their right from their left. Good job, guys. A little bit. Thank you, Josiah. Okay. Hey. See that some of these boys don't necessarily like each other. Timon. These guys are our Lion King boys. Yes, you pet him right there. Good job. 有些朋友看到影片后问我，为什么他们和哈士奇看起来不太一样？其实雪橇犬有3种，今天看到的是阿拉斯加雪橇犬，是大型犬。平常大家熟悉的是西伯利亚哈士奇，是中型犬。第3种则是萨摩耶。最后来介绍整个团队的起居。白色大间是大家共用的厨房，蓝色小屋则是每人1间的卧房。雪橇人说，因为晚上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每天都会挑3只狗狗进去屋子陪它睡觉取暖。直升机和狗狗雪橇的行程到这边结束了。从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半，共计3个半小时。我整理了和其他3个旅伴们的心得，我们平均给这个行程4.5颗星。少的那半颗不是因为不好玩，而是因为它真的蛮贵的。贴个价钱给需要的人参考，上面的金额是美金，换算下来，这趟旅程等于一个人要花2万的台币。这笔金额不包含刚刚有提到的加购照片和影片。另外，我们买的这个 tour 其实可以再加30分钟的 glacial landing， 也就是回程的直升机会中途降落在冰川上，可以和飞行员导游一起探索融化的冰川池和漂亮的冰层。我们也没有加，因为之后还有一个冰川健行的行
结束后，我们开了 Hatcher Pass， 看到山坡上有好多在动的东西，还以为看到了野生动物，近看才发现是采集野生莓果的游客。你看这里超多，野莓生长得很分散，看到好多人自备夹链袋来采满了一整袋，但我还是不敢吃。旅伴吃了一颗说很酸，给大家参考。